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，我是 Annabelle。美国今年6月躲过了一劫，国会同总统拜登达成协议，提高债务上限，避免了国家没有钱支付债务。在100多年前，美国曾经立法限制政府借款的金额。在2023年达成协议以前的债务限额是31.4兆，政府税收远远低于开销，债务一直在增加。政府要么违约不付福利，比如不要付退休金或者军备开销、医疗、食物补助，减哪一样都是灾难。最新的协议是债务上限增加1%，一直到2025年。过去100多年，国会和总统都已经提高债务上限超过90次，债务没有减少过，只有增加。这些债务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必须要偿还的，他们没有花钱，但是他们必须要还债。两党互相指责，真相是两边的政客都将我们带到了这种境地。政客说，我们需要付几兆给饥饿的人，减少贫富差距，给每人免费的医疗保险，还要应对气候变暖等等，但是政府收入不够，支付不了这些开销，欠的债是要还的。疫情期间，总统 Donald Trump 批准了大量的政府开销，他的理由是我们在家没有收入，政府应该帮助。他有做过头吗？可能。然而 Joe Biden 当总统，马上批准了1.9兆的开支，即使之前的1兆还未用完，接着又批了1.1兆的基础建设。以前的基础建设是公路、桥梁和飞机场，这一次是对电动汽车的补助。第3次又批准了6兆，包括给儿童的补贴、免费社区大学、学生贷款免还、健康保险的扩大、绿色技术的补贴。这种程度的开销是历史上没有的。我先细说一下儿童补贴到底是花在哪里。这个是对单亲家庭的补贴。美国营救计划增加儿童抵税额，从2000到3600，年龄小于6岁，抵税3000，年龄小于18岁。你们想一想，生的越多，抵税就越多。政府在鼓励单亲家庭。第二个补贴是儿童看护补贴。拜登建议2024年增加22个 billion 的儿童看护和教育，比2023年增加了10.5%。你们会说这些补助很好啊，他们确实需要，但是大家要注意，拿福利的条件是给贫穷的单亲妈妈和她的孩子。我们来看这一份未婚生育的曲线图。从1925年到1970年代，有4%的单亲妈妈；从1980年到现在，有42%的未婚生育的妈妈。数据能告诉我们，政策到底有没有效？其实他们是在鼓励更多的单亲家庭。之前我们说各种福利一共达到了6个兆，是什么概念呢？比打美国独立战争、内战、第1次世界大战、第2次世界大战、买路易斯安那州、修横贯大陆铁路、登月球的总和还要多。Oh my God！ 这个是核弹级的债务，债务持续上升，愿意买债务的机构越来越难找，政府只能提高利率，让债券的收益增加。美国政府还可以印钱买自己的债券，我们叫 QT（Quantitative Easing）。美国从2008年开始，当时印了很多钱，借债救助金融机构。如果印钱能让我们变得富有，委内瑞拉、津巴布韦会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。这些国家印钱，通货膨胀达到了400%和172%。美国还没有变成他们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，大多数国家需要美元购买大宗商品，即使这些交易同美国没有关系，这意味着美元的需求还是很大。美国还能够印钱付自己的债，不过任何事情都是有极限的。近几年，有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元失去了信心，发现美元都是凭空印的。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购买黄金。美国政府不会公开表现出来，怕产生恐慌。如果其他的国家抛弃美元，美国国内首先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，我们的生活资源会非常的有限，人们会不适应这种生活。政府没有办法再印钱发债，没有人买，资金短缺，流动性差，然后利率会很高，最后政府无法偿还债务，然后会出现通货膨胀的消失，价格开始下跌，出现了经济衰退。所以我的主张是减债去福利，鼓励个人努力工作，不依靠政府。最后以 Ronald Reagan 的话收尾，我们不是因为征税不够而拥有1万亿的债务，
而是我们花费过多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点赞。YouTube 搜索“经济学小白”